中国造纸业彻底崩了。山东寿光、陈明纸业这座曾是中国造纸业的金光大道，如今也爆雷了。2024年狂亏74.11亿元，2025年一季度再暴亏14.5亿元。这家中国最大的造纸巨头已经被债务和亏损碾成齑粉。这不是一家企业的末路，而是整个造纸行业坠入地狱的丧钟。更扎心的是，千万工人饭碗碎了一地，中国制造业的希望正被这场危机活活掐死。谁能想到，陈明纸业曾经的中国造纸王，如今连站都站不稳。作为中国唯一降脂一体化的造纸巨无霸，陈明曾是 A 股、B 股、H 股3D 上市的超级明星，产品横扫白卡纸、文化纸、复印纸，撑起中国造纸业的半壁江山。可现在他交出的财报简直是血淋淋的墓志铭。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仅 7.97 亿元，同比暴跌 88.2%， 净亏损 14.5 亿元，同比狂降 2594.4%， 扣非后亏损 14.6 亿元，去年同期才亏 2.26 亿元，这账本摊开，吓得人头皮发麻。2024年全年归母净利润亏 74.11 亿元，2年累计亏损 86.92 亿元，等于烧掉了一座3线城市的年 GDP。 债务炸弹，截至2024年底，陈明有息负债602亿元，逾期债务 18.2 亿元，银行账户被冻结， A 股和 B 股双被 ST， 沦为股市过街老鼠。更撕心的是，陈明的工厂已经成废铁堆。2024年底，寿光、湛江、江西等多地基地大面积停产， 7.03 万吨产能直接报废，占总产能 71.7%。 机器停了，工人散了，曾经热火朝天的生产线，如今只剩老鼠在废纸堆里跑。陈明在财报里哭天喊地，白卡纸价格崩盘，供需失衡，盈利能力被市场活活抽干。这话听着冠冕堂皇，可大白话就是纸卖不出，成本压不住，债主堵门，陈明只能躺平等死。这不是一家企业的暴雷，是整个行业的末日狂欢。陈明的悲剧只是中国造纸业崩塌的开胃菜。放眼全行业，2024年的财报简直是一场血腥大屠杀。美丽云狂亏 5.48 亿元，同比断崖式暴跌，堪称血本无归。中顺洁柔净利润7718万元，同比暴砍 76.8%， 连卫生纸都卖不动了。山鹰国际亏 4.51 亿元，同比坠落 388.46%， 这账算下来，股东的钱全喂了狗。华泰股份净利润仅3616万元，同比缩水 84.81%， 利润薄的像张废纸。宜宾纸业亏 1.28 亿元，连续2年喝西北风，连翻身的机会都没了。据东财 Choice 统计，24家 A 股造纸上市公司中，2024年超70%企业净利润暴跌，近半数直接亏损，总计亏空超100亿元。即使勉强盈利的，利润增速也像被踩了急刹车，连龙头都血流成河，中小纸厂更是死得连渣都不剩。中国造纸协会的数据像一记耳光，2024年全国造纸企业营收13926亿元，同比跌 2.4%， 总利润508.4亿元，利润率仅 3.65%， 连薄利多销都算不上，纯粹是赔本赚吆喝。这场景惨到让人窒息，白卡纸见得不如白菜，废纸堆满仓库没人要，工人下岗，工厂倒闭，债主追上门，中国造纸业已经不是寒冬，是活埋。为啥纸卖不动？答案藏在每个中国人的空钱包里。造纸业看似小众，却跟你的生活绑得死死的。白卡纸做快递盒、食品包装、烟酒盒，文化纸印书本、广告，
生活用纸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。可当这些需求全线塌陷，一张纸的暴雷就成了中国经济消费血崩的活生生证据。电商萎缩，国家邮政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增速仅 3.8%， 创10年最低。快递少了，包装纸直接凉凉。餐饮缩水，中国烹饪协会统计，2024年餐饮业收入增速仅 2.1%， 餐馆为省钱，连餐巾纸都开始省着用。地产崩盘，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 8.5%， 装修用纸、包装用纸订单被砍到脚踝。企业裁员智联招聘报告，2024年白领招聘需求同比降 12%， 企业连广告都不打了，文化纸需求一泻千里。更戳心的是，老百姓的钱包彻底瘪了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 2.5%， 创10年最低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4.3%， 连 GDP 增速都赶不上。一位造纸厂工人绝望地说，现在卫生纸都卖不动，老百姓连擦嘴的纸都省着用，谁还买你那破白卡纸？这不是笑话，是中国经济慢性休克的真实写照。造纸业天生就是高污染、高耗能、高水耗的代名词。过去几年，双碳目标和环保都插向2把钢刀，直插造纸业的命门。环保死扣，2024年，生态环境部对造纸业展开地毯式督查，山东、广东、浙江数百家纸厂被勒令整改或关停。陈明纸业被迫限产停机，检修拖了几个月，产能直接瘫痪。原料暴涨，据3SERS数据，2024年山东针叶木浆均价6400元每吨，同比涨 9.4%， 阔叶木浆短期涨幅超 30%。禁废令让进口废纸断供，原料成本直接飞天。能源危机，2024年煤炭、电力价格高位震荡，造纸企业能源成本飙升 20%， 利润被活活烧光。2024年白卡纸价格暴跌600元每吨，文化纸同样跌600元每吨，价格几乎拦腰砍。可成本呢？木浆、能源、人工一个没降，卖1吨亏1吨，造纸厂成了废纸制造机。更可笑的是，陈明还在财报里嘴硬，我们在优化结构、调整产能。合着亏成这样，全是市场波动，一点人祸都没。限产越狠，亏得越惨，调整越快，窟窿越大。这不就是在拿股东的血汗钱扔海里吗？陈明的暴雷，债务是致命一刀。截至2024年底，陈明有息负债602亿元，逾期债务18.2亿元，占总资产 10.91%。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供应商堵门，法院诉讼像雪片一样飞来。陈明甚至开始卖儿卖女，剥离子公司，甩卖资产，可窟窿还是越补越大。更恐怖的是，陈明只是造纸业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。据 Wind 数据，2024年全国造纸行业总负债超5000亿元，平均资产负债率 65%。中小纸厂更惨，平均负债2000万至5000万元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得人去楼空。一位业内人士爆料，现在纸厂老板跑路都成常态，欠债几千万，厂子一关，人就蒸发了。这80亿的窟窿，压垮的不只是陈明，是整个行业的命脉。造纸业的崩盘，砸碎的不只是企业的金字招牌，还有千万工人的活路。中国造纸协会统计，全国造纸行业直接从业人员超300万人，上下游产业链波及1000万人。陈明一家就有数万员工，如今工厂停摆，工人下岗，欠薪、裁员成了家常便饭。一位陈明老工人泪流满面，干了20年，现在工资都拿不到，孩子还等着交学费，我咋活啊？
更绝望的是，倒闭潮正席卷全国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，2024年一季度，全国注销的造纸相关企业超5万家，同比暴增20%。每一家倒闭的工厂，都是几十个家庭的生计被活活掐断。这不是数字，是血泪交织的人间地狱。别以为造纸业的暴雷是孤立，它只是中国制造业慢性死亡的开场戏。车市暴雷，新能源补贴退坡，比亚迪、蔚来2024年利润被砍到脚踝，库存车堆满鬼楼。地产崩盘，恒大2.5万亿窟窿还没填平，碧桂园、融创接连暴雷。中小企业倒闭潮，2024年一季度，120万家个体工商户注销，每天1万家企业人间蒸发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制造业 PMI 仅49.2%，连续多月在死亡线以下徘徊。这不是阵痛，是整个实体经济的临终宣告。造纸业只是最先倒下的那块骨牌，后面还有谁？拭目以待。